那像是 Mr. Beast 来说好了，就是他的鱿鱼游戏啊、巧克力工厂，它的成本就是这么的高，所以我觉得在看到这么巨大的成本在这里的时候，我会怀疑说，这个真的不可能直接这样演吧？你敢不 say 吗？对，你敢不 say 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又回到了我们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我就不会看稿，改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讨论网红圈、YouTube 或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是 Mr. Beast。Mr. Beast 是谁呢？我们之前其实有做过一支影片那简单来讲，他就是现在目前 YouTube 订阅数最高的 YouTuber。他代表性的计划就是发钱，然后比如说办一些奖金很高的挑战赛啊，那不是到处发钱给街友等等。但最近呢，就是 Mr. Beast 有一个前员工爆料说，他这种乐善好施的形象其实都是假的，其实有很多影片都是造假的，甚至在私底下做的都不道德，甚至有一些违法的行为。那我们这集呢，就会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前员工到底爆了哪些 Mr. Beast 的料，然后后面呢也会来聊聊我们怎么看待这些指控。不过因为指控的内容很多，牵涉到了各种面向，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会针对影片造假这个我们作为影片创作者相对熟悉的领域去聊。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带小朋友出门不给手机怕他吵闹，拿走手机时又会发脾气，在家尽量不用3C， 但去亲朋好友家时，电视、平板根本无限供应，家长真的是很难做。猫狗狗3C 数位教养套组呢，是在离不开荧幕的 AI 时代为学龄前儿童设计的素养教材，给孩子正确的使用观念，提早培养3C 自控力。先用绘本建立与3C 健康相处的观念，引导孩子了解3C 的好与坏，以及离开荧幕可以得到的感官体验，一起设定适合的使用时间，再搭配游戏探索感官乐趣，深化观念，边玩边学习，训练观察力、认知能力和调节情绪，更增加生活体验，减少未来沉迷3C 的风险。现在新书上市呢，有超划算的早鸟限时优惠，结账输入77推荐再打9折。8月28前下单还能够抽价值2500元的出游券，最多3次的抽奖机会，快点开资讯栏把握优惠吧。刚刚讲到说，其实Mr. Beast 有一个前员工，他在 YouTube 上面用叫 Dogpack404 这个账号发了2部爆料 Mr. Beast 的影片。那他到底讲了什么？这2部片加起来有快2个小时哦，我们这边就很简要的讲一下。那首先呢，就这个造假争议，这个前员工是这样说的：第一个，很多的桥段呢是用 CGI 后制的，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内容的造假，例如说这个在船上生活了7天，但根本没有住在船上。还有像是这个大型竞赛的影片呢，也会有剧本，制作人呢也会干预这个比赛的过程。以及参赛者呢都是内定的，比如像是公司的员工啊、亲朋好友啊、演员啊、同业等等。那这边帮不熟的观众就稍微补充一下，因为 Mr. Beast 有很多这种实境秀啊，或是竞赛类型的影片呢，他们官方会宣称说，这是随机抽订阅者参加的，或者是你有买他们的周边商品，你就可以去抽参加资格等等。但因为这些比赛都有很高额的奖金，然后有点像是一种抽奖活动了，所以这种指控参赛者是内定这件事情呢，你就等于在指控他整个抽奖都是假的，所以因为这样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而且呢 Dogpack 还有爆料说，就是 Mr. Beast 那么平常在社群上面办的很多的抽奖活动也都是假的，没有真的送出奖品，只是在骗大家帮他宣传或者促销产品。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讨论的点是，那如果这些爆料是真的，这样是不是其实有一些违法的疑虑在内？我对美国的法律没有那么的熟悉了，但我觉得有可能有。而且 Dogpack 说，就是光抽奖这个行为本身可能就构成了这个非法博彩了。简单来说呢，就是未经政府许可违法卖彩券的意思啦。在美国的法律当中，就是博弈彩券的定义呢是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个呢是会送出一个有价值的奖品，第二个是随机抽选，第3个是参与者呢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呢可以是金钱啊、时间等等的。那 Dogpack 他就举例 Mr. Beast 可能会构成这个非法博彩的案例，像是他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卖 T 恤，他就狂说5分钟之内买呢就有机会抽1000块之类的。那这边我觉得可以补充一点，就是说美国类似的这些促销活动呢，都会附注就是不购买也可抽奖来避免违法。但 Mr. Beast 呢没有在直播里面说不用买也可以抽，也没有在商品的这个购买页面里面呈现这个资讯，他把这个资讯藏在网站的 FAQ 里面。那照这个定义来看，他之前的一些影片计划其实也都可能会涉及到非法博彩这个问题。像有另外一个案例是 Mr. Beast 把那个巧克力工厂那部电影的整个场景盖出来，然后在他自己推出的巧克力产品里面呢，就随机附了10张黄金门票，就这个电情节，你抽到人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这个冠军奖品是整个巧克力工厂或者是50万美元。那还有其他很多指控啊，比如说像是 Mr. Beast 的巧克力标榜健康，但一点都不健康。
我是很难理解巧克力要怎么健康。还有这个公司的内部薪资待遇不平等，然后也有提到这个 MrBeast 雇佣性犯罪者等等的争议了。雇佣性犯罪者这个其实闹蛮大的，因为之前其实就有新闻报过，就是他有一个员工他曾经侵犯未成年人，而且这个人他今年7月才离职，有媒体就证实他当初呢是有签这个认罪协商，是有被定罪的。然后受害者当时只有11岁。那 Dogpack 呢就跟他访问到这个匿名爆料者呢，就指控说这个 MrBeast 一直都知情，但还是雇佣他。他们觉得这样子很不妥，是因为就是 MrBeast 的受众很多都是小孩子。那对于这些指控 ，MrBeast 后来也没有给出什么样的回应。其实他本人没有直接的回应，但是现任的员工呢有在 X 上面就是发文去反驳。当时呢，他有讲说Dogpack 呢在公司待不到1个月，就因为这个行为很古怪，所以就被解雇了。然后 Dogpack 的影片当中提到的作品呢 ，Dogpack 都没有参与，然后指控的内容呢也都不是事实。这个影片的造假争议，他就说早就有在幕后花絮当中讲过会议使用 CGI， 这并不是什么样的秘密。那以前他们其实也有解释过，就是有一些影片会有亲友啊或是员工参赛，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呢，原参赛者呢他就确诊了，才紧急找人去代打。所以他想要讲的就是没有内定的参赛者，然后没有剧本，然后没有事先设定好谁输跟谁赢。那抽奖的呢？那关于这个假抽奖争议的部分，这个员工也是说抽奖活动都是真的，而且他自己呢有亲自的参与过、联络过这些获奖者，所以呢他说该给的奖是都有给的。事件的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志祺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比如说造假影片这个指控，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有看出一些什么端倪吗？我觉得因为指控内容真的很多，所以我可能就单纯的用这个造假这件事情来说好了。我觉得其实之前多少会有一些疑虑，因为之前就是有那个生日的嘛，就是那个皮箱然后一堆钱的，然后那个真的太多了。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当时就有在想说，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程式去跑那么多的数据，然后最后再抽到联系，而且是全世界的人。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有点类似，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不到它的1%或者1/1000%，我们的程式就已经跑到有点崩溃。然后我就想，这个是做得到吗？但这可能只是我程式很烂，所以我当时有一个这样小小的疑虑而已。另外呢，我也会觉得它的这种节目形式本来就蛮仰赖一些事先的设计，那这个事先设计要到怎么样子的程度才算是一个造假？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制作组呢，他们在这个荧幕外有一些影响的这个节目，那这个就已经是造假了。但有些人呢，他们可能会觉得一定程度的干预没有关系，像是可能用特效也很正常之类的。但我觉得至少我可以说的是，他的影片确实是有 say 过的，因为像 MrBeast 他自己呢，也有在其他的节目上面承认过，有些东西呢会事先安排啊，会找演员来参赛等等。你刚刚用 say 这个词，我觉得那个听起来好像这件事情很理所当然，很还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我知道很多综艺节目他们其实也会 say 嘛，那为什么偏偏 MrBeast 的争议会烧得那么大？我没有觉得就是 say 就是一定或不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先看一些前提，像是可能第一个他有没有强调这个是真实的。我想到一个例子是之前这个中国歌手2024，他们就标榜这是 live 然后不修音，结果就被别人发现说有修音。那其实之前几届也都有修音，但这一次他特别去标榜不修音，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人在骂。那 MrBeast 的状况，我觉得就是他也会强调影片不造假，而且呢在 YouTube 的之外，他其实平常也会办各种的活动啊，或者社群经营的方式，他其实都会增加这种真实感。我觉得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个真实感就是他的一大人设。那尤其这个可能超大奖的期待，是吸引到很多人订阅他，甚至是分享他影片的动机。然后结果发现我订阅分享，然后其实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对，然后再来，我觉得第二个层面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做好揭露。虽然 MrBeast 可能有在这个幕后的花絮啊，或者其他的访谈里面公开讲说他可能有哪些地方是 say 的，但是呢，他并不是在这个影片里面直接就揭露，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观众可能感觉会被骗。我其实刚刚你这样讲的，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其实是《双层公寓》，很有名一件事情，他们主打没有剧本嘛，但后来就有去爆料说，内部的工作人员会去干预这些参赛者，就是你是什么时候要不就跟他约会一下，你是该出去啊什么的，透过这件事情推动这些剧情，想一定要让一些事情发生嘛。那这种做法，其实它已经算是相对没有在谁的实境秀了，好处就是营造一个很强的真实感嘛。但我觉得很尴尬的是，你看《双层公寓》最后的结局就是真的出了大事了，然后就是观众非常相信里面这些人做这些事情是很可恶的。就是完全是出于他自由意志的，就导致木村花的事件发生嘛。这边也是有一个尴尬的点，就大家看一个实境秀，就是想要看一些 drama 嘛，不然平淡的相处就嗨你好，你很棒，就大家温良恭俭让，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全部人大家住在那个公寓，安安静静结束。然后再来，我觉得从影片创作者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特别去关注到这个 say 的事情，就是实境节目它真的很贵，因为刚好前阵子台湾也有想要拍一些，然后我就有去理解了它的成本，我就发现说哇，这个经费真的不少。那当你投入的成本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作为一个制作方，好像真的就会有一个倾向，是你必须要去塞一下，来确保会跑出这个 drama， 然后是好看的。那像是 MrBeast 来说好了，就是他的鱿鱼游戏啊、巧克力工厂，它的成本就是这么的高，所以我觉得在看到这么巨大的成本在这里的时候，我会怀疑说，这个真的不可能直接这样演吧？你敢不塞吗？对，你敢不塞吗？就是会有一个这种感觉，但是塞多或塞少，我觉得是一个另当别论这样子。这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因为其实大家看实境秀，你就是想要去追求真实感嘛，不然我去看剧就好，干嘛看实境秀？然后也因为这样，所有的实境秀其实都去标榜自己是非常真实的这件事情。但你要做一个很大的实境秀，那你要塞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大了。我觉得这样很矛盾。对啊，我就是觉得说，明明就是很塞的东西，你就不用特别去强调这个真实吧。对，我觉得这是不太 OK 的。那像我刚刚有说，就是2个前提嘛，就第一个是你到底有没有去强调这个真实，然后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在进行揭露。如果是稍微有塞，但是没有完全揭露，我觉得可能大家还不会那么的生气。但是如果是有塞不揭露，然后在那边强调啊我很真，那应该很多人就会觉得，我这是被骗的，就不爽的其实是被骗这件事情。对，那你自己当观众呢？你看到这种觉得有可能被骗的情况，你会觉得怎么样感想？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影片创作者啊，所以看的时候通常代入感不会很重，然后自己是觉得还好。但是我过去看一些其他的，就例如说一些整人的影片，然后你就会当下看到那个整人影片在暗的地方，然后他的相机就拍得那么清楚，就代表他一定是用单眼拍嘛。然后就想说他怎么可能摆在那个地方，然后看到一个相机，然后他还不做点什么？然后有很多机位，对，然后还要藏到深处，我就觉得这个一定是谁的。每次看到这种之后，我才会大出戏，就觉得你少来。但是我也能够想象，如果他今天是比较不懂这些技术细节的，然后是一个比较投入的观众，他应该会蛮受伤的，因为他过去付出了那些帮他们讲话，或者是帮他们紧张，然后最后发现，哇，我竟然都被骗了，这样子，甚至可能以后他都无法享受类似的节目。像我觉得我现在就有点这样，就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啊。我甚至看很多实境节目，我会非常的尴尬，因为我就觉得你就是在演啊，然后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呢？但这好像也是一个观众的困境。如果我今天我不想被骗，我可能呢所有的事情我都要抱着一个比较怀疑的角度去看。但当你用怀疑的角度去看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一些乐趣，就很无聊。你在当下的时候，你就想说，你跟我开玩笑吧。可是如果你今天你就放下这个逻辑，放下这些现实感，把大脑放在家里，对，好像就得到了一些乐趣。所以我觉得，当大家意识到自己在剧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有些选择。我要把我的大脑放在哪呢？好，今天还是放着好了。我觉得这样可能人生会过得比较开心。好，那也聊得差不多，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想问大家呢，你怎么样看待这一次 MrBeast 的争议呢？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也欢迎分享出去哦。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